今天给大家讲4种最常见的后轮晃动或者叫后轮打滑的现象，以及应该如何调整。嗨，大家好，我是上官。最近呢去了安徽和西安，见了很多车友，然后也给大家在现场调了车。这2个地方呢跑山的朋友比较多，于是我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当我出弯给油的时候，我的后轮打滑啊，或者叫后轮跳，或者叫后轮晃动，这个时候我应该如何调整我的避震设定？本来这些内容应该是放在我调避震的中级课里面去说，因为它涉及到体感和避震设定的这个相关内容。但是正好是骑车季，而且大家的这个问题比较集中，所以今天我们来提前说。另外插播一下，马上就到摩博会了，9月18号我也会去到重庆参加摩博会啊，如果有需要调车或者面基的小伙伴，也可以我们去相约重庆，好吧？在说这4项晃动之前呢，我们先要确认一下状态，就是车身倾斜状态下，我准备出弯给油的时候，开始油门逐渐拧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后轮发生滑动、跳动，我应该如何处理？一共4项，第一项就是随着我的给油，我的后轮低频大幅度的打滑，类似这样，噗嗤一下打滑，这种是回弹偏快，也就是后避震的回弹偏快导致的。因为随着我给油，我的后避震是压缩的，随着压缩，当你的油门不再继续变大，没有持续给后避震施加压力的时候，它就要从被压缩的状态往回弹。那这个时候回弹阻尼生效，它就会把后轮往地下怼，于是随着你给油，然后它就会噗嗤。如果回弹阻尼设定是偏快的，那它弹的就相对变快，所以后轮发生低频大幅度的打滑，噗嗤，这种。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增大回弹阻尼，让回弹速度变为合适，可以缓解或完全解除后轮低频大幅度的噗嗤一下这种打滑。当然前提是胎压是正确的啊，咱们这里就不讨论胎压了。好，第2项高频小幅度的打滑，随着你的出弯给油，后轮发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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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高频小幅度的侧滑，这个是后避震非常硬导致的。原理是一样的，当我出弯给油的时候，我的后避震是压缩的，那后避震压缩它吸能再释放能量，这个是一个过程。但如果你的后避震非常的硬，压缩的过程中避震器并不能吸收我们的能量，于是它就把这部分能量转移到了轮胎上，而这个力量又突破了轮胎和地面的抓地力，所以轮胎会产生噔噔噔噔噔噔侧向高频小幅度的跳，噔噔噔噔噔，或者你叫打滑都可以啊，噔噔噔噔噔，这样的跳。后避震过硬其实有2种问题，一个是我的预载很硬，第2个呢是我的压缩阻尼非常硬。反正这2个设定的不合理都会给后避震带来偏硬的感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减小后避震的硬度，不管你是调松预载还是调小压缩阻尼，我们的目标都是减小后避震的硬度，从而缓解或解决高频小幅度的跳动问题。噔噔噔噔噔，第3种，我的后轮在我给油的时候发生漂移感，就是脚下无根，就类似我们比如说冬天我们在冰面上走，你脚下那种无根，呲儿滑走的那种感觉。那后轮的表现就是呲儿，飘走了，类似这种飘走。当然幅度不一定这么大啊，也许是小幅度，一下，然后也许是一下。但你骑行起来的感受是脚下无根的那种飘走，飘走。它跟第1种噗嗤一下打滑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噗嗤一下是噗嗤，这样就走了。这种呢是飘，飘，它的体感完全不一样。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后避震的回弹阻尼偏大，导致回弹速度偏慢。原理是一样的，给油压缩，后避震回弹开始生效。本来应该靠回弹把轮胎往地上怼，获得足够的抓地力，但这个时候回弹阻尼很大，它回弹速度非常的慢，这种属于很慢的了于是它就会发生这种飘走，因为回弹没有及时的把轮胎往地上怼，而你又在给油，所以它就会产生漂移，呲儿再走。第3种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应该适当的调小回弹阻尼，让回弹速度变快一点点，这个时候轮胎就获得了比较好的抓地力，那我就不会发生这种漂移的现象。第4种大家比较多的，而且这是很多车型上会遇到的就是出弯的时候，你觉得车尾主要是这个副车架车座的部分发生慢速摇，随着你给油的时候才走，这种慢速摇，这个车可能我手上不好处理啊，你们可以看我这个手势，就是就走了。OK， 这种慢速摇
是后避震偏软导致的。很多车的出厂设定并不太符合很多人的诉求啊，比如说咱们购买了张雪820，那它原厂的后避震的设定其实是偏软的，没有那么激进，所以很多人拿着这车刚买到就去跑山，它给的油又比较狠的话，一定会遇到这种后避震偏软，就是出弯晃。那晃的部分其实是后尾架啊，就是这个副车架部分，然后或者你说后座的部分晃动，哎，就是你斜着的时候。OK， 同时如果你是跑直线，然后后避震偏软的话，你使劲给油，你会觉得后边下沉感非常明显，就往下沉，然后才走。这种动力迟滞感也会很明显，我们就需要增大后避震的支撑性。那增大支撑性调哪些呢？增大预载可以，但是要适度啊。增大压缩阻尼也可以，也要适度。所以这4项后轮的晃动是我们平时跑山啊，或者是跑赛道啊，或者一些竞技领域里边都会经常遇到的。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那后续我的中级视频课里边会对这部分的原理以及调节幅度给大家做更详细的讲解，今天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好，关注我，了解更多机车知识，我们下期见了，拜拜。